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？表面上说我们都是为了团队好，但实际上他就是想坐上领导的位置。或许他会说得冠冕堂皇，我们应该民主一点了，但你发现他心里想的其实是，为什么不是我掌权？民数记16章1到11节，就是这样一场内部权力斗争的现场实录。当信仰被用来掩饰野心，神的回应会怎么样？今天这段经文揭露了最难察觉的一种危险，属灵包装下的骄傲与嫉妒。可拉利未人加大丹，亚比兰流便支派加250位社会名人、首领、会众中的有名望的人一同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。他们的诉求很吸引人啊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。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听起来是不是挺有道理？很民主，很反专制，但真的只是替大家发声吗？还是只是我不爽，为什么不是我上台？新创公司 C Lumen 刚拿到一笔天使投资，士气正旺，行销部成了核心部门，部门主管 Tiffany 是创办人一手提拔的，工作能力强，脾气也不小，总是高效率，直接有要求。行销部的 Tim 是个资深员工，风趣有想法，但心里总觉得自己比 Tiffany 更懂市场趋势。我们部门是我们在打拼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天下。Tim 常私下对其他同事说，他每次提案都不听我们意见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开会提出一个版本？刚开始只是小声抱怨，后来他邀请了几位部门人气高的员工开非正式会议，讨论如何让行销部决策更民主。他们联合写了一份报告给公司高层，上面写着，我们担心目前的部门领导方式缺乏共识与协调机制，建议调整为轮值制领导，提升团队参与感。乍看之下，完全没错，对吧？团队参与感、轮值领导、民主决策，这些词多么动听啊！但主管 Tiffany 一看到报告，沉默了2秒，然后只是淡淡地问一句，这份报告是谁起头写的？ Tim 理直气壮，我们是为了整个部门好。没人说谎，却也没人说实话，因为那一句我们是为了大家，其实是 Tim 里面那句没说出口的话，我应该才是领导者。高层没有立刻处理这份报告，而是要求全部门进行一次匿名提案与建议回馈。结果大出意料，大部分员工的意见是 Tiffany 风格强势，但效率好。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主动沟通。还有，其实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说，问题不在制度，是我们自己习惯推责。Tim 收到调查结果的那天，手中握着那份没被采纳的改革报告，脸色有点尴尬。几天后， Tiffany 私下找他谈话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 Tim， 你是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我希望你成为这部门的力量。
不是裂痕。那天过后，Tim 开始改变表达方式，他人提出很多建议，但这次是在会议上公开，有建设性的表达。他明白了，你想要发挥影响力，不一定要推倒别人坐的椅子。在可拉与同党的话语中，藏着一句被误解的真理：我们都是圣洁的，神也在我们中间。没错，神的确让百姓都成为圣洁的选民，但神的同在不是用来质疑神设立的秩序的理由。他们不是反对摩西那个人，而是反对神的拣选方式。他们用属灵语言包装自己的野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也可能像可拉一样，我们说我是为大家好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地位、掌控权或被认同感。但神看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动机背后的真相。真正的领袖不需要踩着别人往上爬，真正被神使用的人会选择在谦卑中影响世界。